在我们生活的自然界中，物质经常是以固态、液态以及气态这三种形态存在着，而每种物质的沸点也不尽相同。当液体经过加热气化之后，蒸汽上升，遇冷会再度凝结成为液体。在实验室中，我们常利用这种现象来将不同沸点的物质分离，这个方法称为蒸馏。蒸馏是利用物质挥发性的差异，将液体经过加热得到充分的热能，在它的沸点完全气化，然后经由冷凝管让它凝结成为液体，而达到分离收集的目的。因此，蒸馏包括气化、凝结与收集三个程序。这项技术是纯化与分离物质所常用的方法之一。蒸馏的方式包括简单蒸馏、分馏、减压蒸馏等。这里我们将介绍简单蒸馏的使用与操作。简单蒸馏可以用于检测液体的纯度，因为一个纯物质在定压下必有一个固定的沸点，但是具有固定沸点的液体不一定皆为纯物质，有可能是共沸物，例如乙醇与水的共沸点为 78.17 度。简单蒸馏也可以用于分离挥发性的液体与非挥发性的物质，或者是分离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沸点差异较大的液体混合物。蒸馏的仪器装置主要由蒸馏瓶、三叉管、温度计、冷凝管、连接弯管和收集瓶组成。本实验另外还会用到的器材有铁架、广用夹、升降台、加热包、变压器、海沙及沸石。进行蒸馏时，需要依据式样溶液的体积，选用大小适当的圆底蒸馏瓶来盛装式样溶液，利用漏斗将式样溶液转至到瓶中。所装入的式样溶液体积不可以超过蒸馏瓶容量的2/3，或者是少于1/3。式样溶液装得太满，则沸腾时容易溢入收集瓶中；若装得太少，则残留在蒸馏瓶中，所损失的物质就会比较多。三叉管主要是用来衔接蒸馏瓶、温度计以及冷凝管的一种连接弯管。也有一种装置是直接将三叉管与冷凝管做成一体，以降低仪器的内部面积，而减少管壁上的残液。本实验的温度计是插在一个血清瓶塞中，然后套在三叉管的上端。温度计需沾抹少许的水或者是润滑油，以方便装入。装的时候要小心，以免折断温度计。温度计的高度要适当，小心地调整温度计的高度，使水银球的上沿位置与三叉管的侧管开口下沿在同一水平面上，以便于正确测定沸点。如果温度计的位置过高，所量得的沸点会偏低。相反的，如果位置过低，则测得的温度会偏高。冷凝管是一支外部可以让冷水通过的玻璃套管，需注意冷水自套管的下端流入，将内管的蒸汽冷却后，变成温水由套管的上端流出，如此蒸汽便可最有效率地被凝结成液体流出。冷却用的水压不可太高，否则水管容易脱落。此外，冷凝管的内管应该是干燥的，而且不应该有异物存在。如果蒸馏出的物质在常温下为固体，则可能将冷凝管的内部阻塞，此时可以用空气冷却的方式，而不需要通入冷水。如果蒸馏物的沸点高于摄氏100度，也可以使用这种空气冷却的方式。连接弯管是用于连接冷凝管与收集瓶的器具，在它的侧边有一个开口，目的是在平衡蒸馏系统的内外压力。绝对不可以将此开口封住，成为密闭系统，否则容易导致爆炸事故。进行减压蒸馏时，可以将抽气减压的橡皮管连接在这个开口，以降低系统的压力。
冷凝得到的蒸馏液应该使用事先洗净、烘干、称重，并且大小适宜的收集瓶来接收。不要使用广口的器皿接收蒸馏液，这会使得液体蒸汽挥发到周围。整个蒸馏装置的各个接头可以使用橡皮塞，或者是以磨砂口相连接。最好是使用具有磨砂口的玻璃器皿，因为磨砂口的密合度高，操作也比较方便。常压蒸馏时，磨砂口不需要抹凡士林，只要确认结合紧密就可。但是如果进行减压蒸馏，则需要涂抹适量的凡士林，以避免真空的泄漏。由于有机溶剂多为易燃性，因此进行蒸馏加热时，一般依溶液的沸点高低，可以选择使用水浴、油浴、蒸汽浴，或者是加热包作为热源。加热包是包覆着绝缘物的电阻加热器，一般可以达到摄氏450度的加热温度，需要配合变压器一起使用，以适当调控加热温度，避免过热。加热时的搅拌非常重要，没有适当搅拌的式样溶液，在与热源接触的部分会造成过热，容易产生涂沸。这可以在溶液中加入2到3颗沸石。由于沸石为多孔性的材质，可促使溶液加热的时候产生小气泡，气泡上升达到对流效果，进而防止涂沸。溶液在开始加热前就要先加入沸石，沸石绝对不可以在加热过程中加入，因为蒸馏液的温度如果已经达到沸点，此时会引起极大的涂沸，造成危险。应该先停止加热，待溶液的温度低于沸点后，才可以加入沸石。使用过的沸石不能够重复使用，一旦由于某种原因必须在沸腾之后暂停蒸馏，则重新在加热的时候需要加入新的沸石。简单蒸馏实验操作，首先利用漏斗加入式样溶液以及2到3颗沸石。接着架设蒸馏装置，放置一个高度适当的升降台。本实验使用加热包为加热源，将加热包置于升降台上，并且将加热包的电源插座与由变压器所连接出来的插座相连。使用广用夹固定蒸馏瓶。调整升降台的高度，将蒸馏瓶放置在加热包中。使用药勺加入适量的海沙，以填补蒸馏瓶与加热包之间的空隙。适量的海沙可以帮助热源的传递。接着装上3叉管与温度计。在3叉管的侧管上接上冷凝管，并且用广用夹固定。固定的时候应该避免力矩的产生，否则容易造成3叉管受到张力太大而破损。之后装上冷凝管的冷却橡皮管，橡皮管在装接的时候应该沾点水，以利装接，并且装接的深度要足够，以免水压太大的时候橡皮管容易脱落。冷凝管的出口接上连接弯管，并且用磨砂口夹固定。连接弯管的下端接上用来收集蒸馏液的玻璃器皿。一般标准的做法是在连接弯管的下方套上一个收集瓶，收集瓶用广用夹固定。本实验为了及时量度馏液的体积，改为使用漏斗架在量筒上，直接收集馏出的液体，用广用夹夹住量筒，并且调整它的高度，使弯管下端出口贴近漏斗。检查整个蒸馏装置已架设正直不歪斜，
并且磨砂口结合紧密。打开冷凝管的冷却水，让整只冷凝管充满水后，再将进水量调小。打开变压器，调整到适当的电压，开始进行加热。将会观察到瓶内液体开始沸腾，三叉管及温度计附近出现回流环。蒸汽进入冷凝管中，经由冷却、凝结，并收集到第一滴蒸馏液于收集瓶里，记录此时的温度，这就是沸点范围的起始点。所收集的蒸馏液如果是纯的化合物，沸点将会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，但如果有杂质存在，则沸点范围会增大。如果是蒸馏分离一个已知的化合物，通常收集在沸点上下2度之内的蒸馏液为最佳，否则纯度会降低。调节热源大小，让溜出液以约每秒1滴的速度滴出。热源的温度不可过高，因为这可能使蒸馏液过热，导致突沸及蒸汽温度过高，沸点量测不正确。但是如果热源的温度过低，则蒸馏的时间会拉长，上升的蒸汽量不足，导致青黄不接的现象，则容易测得过低的沸点。要收集的部分蒸出后，温度会下降，读取并记录溜出液的沸点范围及当日的大气压。接着关闭变压器，停止加热，并且立即降低升降台，移除热源，以免加热包的余热持续加热，造成式样容易被蒸干而瓶子破裂或者是爆炸的危险。量测所得溜出液的体积或重量，以计算回收率。实验结束后，关闭冷却水，逐一拆卸蒸馏装置。加热包中的海沙置于玻璃皿中，冷却之后倒入回收瓶，将桌面清理干净，废液回收，并且将器具清洗干净，完成实验。实验操作总结如下：以漏斗加式样溶液及沸石于蒸馏瓶中，以广用夹固定蒸馏瓶，并将蒸馏瓶置于加热包中，加适量的海沙于加热包与蒸馏瓶间，连接并固定蒸馏装置，打开适量冷却水，并开启变压器，开始加热，观察并记录各6份沸点温度范围。停止加热，调降升降台，使系统冷却。测量溜出物重量或体积，计算回收率。回收废液与海沙，清洗仪器装置。实验操作注意事项：蒸馏瓶的大小要适当，式样体积不可以超过蒸馏瓶容量的2/3，或者是少于1/3。温度计组装时要小心，以免折断。温度计的水银球上沿需位于三叉管支管开口的下方。装接冷却水的橡皮管深度要足够，以免脱落。冷凝管的内管应该是干净而且是干燥的。冷却水自冷凝管下端流入，上端流出，冷却的水压不可以太高。连接弯管的侧边开口应该保持开放，不密闭。加热包需配合变压器一起使用。加热时需要适当的搅拌式样溶液，或者是加入沸石。沸石必须在加热前加入，使用过的沸石不能够再重复使用。蒸馏瓶、冷凝管及收集瓶都要用广用夹固定。
加热温度要适当，使六出液以约每秒1滴的速度滴出。蒸馏完成后，必须立即移除热源，蒸馏瓶中残余液不可以完全蒸干。